汉哥也忽略了一件事情，谁他妈造成中国大陆对我们的武力威胁跟主权打压？民进党国民党执政有这样吗？马英九执政有这样吗？伟汉哥当初跟着马英九跑去新加坡会谈的时候，哇，两岸最高领导人的峰会，两岸的和平再创历史新高。他们怼的点到底是不是必须得对干？亮哥是基于我不对干，我要对谈，去延伸出他的解方。汉哥是没有对谈，武力威胁主权打压，我只能跟你对干。当时伟汉哥怎么没有在现场学周玉蔻？习近平举手啊！习近平回答。89以南狼曹新成到最后是无能的民进党造就了台湾今天的困境。请问是谁把所有的路都堵死？请问是谁在猎杀陆配？请问是谁放任青鸟在街头上霸凌陆配，到处去出征意见不同的，不管是在野党的立法委员、民意代表，甚至是一般路人？请问有谁那么不要脸，会去对一般路人去进行立场上的鬼扯鬼吼，不是他不同他的说法？谁在摧毁台湾和平发展、繁荣兴盛的未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你如果这样，你就不要当评论人了啦。那你干脆就主张说只有独立可以走嘛。那独立你就准备战争嘛，不然你回答我啊，你凭什么认为独立有成功的机会？台独成功的机会是0他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中立评论人？不然你告诉大家怎么台独嘛？那你要搞到台湾跟大陆和平统一的几率剩下0，那只有打仗解决了嘛？你不用面对这个质问吗？汉哥留言：亲美或亲中，一觉醒来世界不同。川普突然对中国关税提出125%，愿意谈得更软，敢报复得更硬。眼前台湾政府的决定是亲美抗中。面对这2大压力，许多台湾人未必喜欢亲美，而是不得不抗中。我觉得汉哥在表达为什么他最近立场被认为质疑他的转换。这个立场很明显可以直接 echo 亮哥对他的炮击。亮哥说：“你为什么不要留一点点合同的空间，让我们不要战争？”而是汉哥意思是说，不是我不留合同的空间是我们不得不抗中。中国武力威胁打压，所以我们只能亲美来抗中啊。因为我们面对武力威胁跟主权打压，所以要抗中。可是亮哥讲的是说合同还有生路啊。黄友其实没有回答，他只有告诉大家我们还是要对抗。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答复？是不是当合同无望，一定会产生武统？就如果站在独派的立场，可以去辩论，哪怕合统无望，中共也不会武统，因为中共是纸老虎。独派可能会这样说，这样就算是你有回答到亮哥的问题，这才叫做有交锋。亮哥觉得，如果合统无望，那就是武统，所以你不想战争就要合统。独派的辩论可以讲，放心啦，中共一定不会武统，因为中共是纸老虎，可能是一种方式。就算合统无望，但是呢，还是可以和平共处。亮哥的意思是说，别对干，要对谈，没有什么对谈，只能对干。他们2个的对的点到底是不是必须得对干？亮哥是基于我不对干，我要对谈，然后基于这个对谈，然后去延伸出他的解方。汉哥的说法是没有对谈，因为我已经被你怼了，你武力威胁主权打压，我只能跟你对干。唯一的事情是该怎么对干，所以他去用只能对干来否定朱立伦所说的亲美。我认为他是有对上的。黄远汉说，朱主席忽略了一件事情，因为台湾要面临到各种的压力。可是我觉得伟汉哥也忽略了一件事情，谁他妈造成中国大陆对我们的武力威胁跟主权打压？民进党国民党执政有这样吗？马英九执政有这样吗？伟汉哥当初跟着马英九跑去新加坡会谈的时候，哇，两岸最高领导人会面高峰会，两岸的和平再创历史新高。那个时候有所谓的武力威胁跟打压吗？那当时伟汉哥怎么没有在现场学那个周玉蔻，就讲那个习近平举手啊，习近平回答。他忽略了谁造成这件事情，而关键就是，如果是马英九执政，完全就可以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我们讲说，你看两岸现在是敌对状态啦。我们假设你讲的都是真的，两岸现在是敌对状态，那有本事的领导人不就是应该要化干戈为玉帛吗？没有，要靠智慧啊。台湾唯一的境外敌对势力是中国，谁定义的？赖清德啊。所以两岸敌对状态是不是一件已经被民进党定义的事？他是不是基于已经是这个定义上去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在怼朱立伦而已吗？就是因为亮哥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统派代表，亮哥呢算是从由蓝转绿、华独派或者偏独派代表。亮哥成为一个统派代表，作为统派我还是觉得挺光荣的。不是，就他讲的都是真的啊！就因为我们过去新党长期就是这么主张，台湾其实从过去到现在有4种未来，第一种未来已经不见了。最早蒋经国时期，中国大陆说如果有这个密使会谈，如果愿意同意的话，蒋经国可以来当这个国家的总理啊、副主席啊，当时甚至可以给台湾啊类似于划江而治，这个完全是独立小岛，只要名号上承认一个中国，就什么都有的这个状态。谈判统一，国民党会讲说台湾就可以占据比较主动的地位，主导统一，叫做主统。李登辉上台之后啊，他也希望能够获
获得很好的谈判条件，所以有这个密使往来，对吧？李登辉说，那以前小蒋有这个条件我也要啊。大陆讲说，那你李登辉哪根葱啊？所以李登辉一怒之下就我们是台独，否则他前面也都讲自己是中国人，那就是因为呢大陆也不给他好的条件，不给他什么总理啊，不给他什么副主席啊，他不要啊，他就搞台独当这个岛上王。1990年代长期开始，2010年随着是中国大陆的这个 GDP 还是落后于台湾的这个状态之下，长期就是两岸处于有机会要谈统一的话，对等和平的地位，可以来谈统一，叫做对等的合同。后来当大陆的 GDP 越来越强，超越过台湾了，已经从30年前台湾的 GDP 是大陆1/2，到现在台湾的 GDP 是大陆的1/20。从2010年以后，大陆占主导统一的地位，就是时间越来越久了，就叫做未来只能够被动统一。所以台湾就会被逼上谈判桌，叫台湾不爽，民进党搞台独，最后就是武力统一。对台湾未来3条路，第一个就是争取对等的、和平的、有尊严的统一；第二个就是越来越少筹码，时间流逝，台湾被逼上谈判桌，搞被统；第三就是搞台独，最后发动武统。第一项所谓的对等尊严的和平统一呢，其实现在已经条件也没有了，在太阳花之后就没有。蔡英文时期开始，台湾两岸关系的统一逐渐就是真的只迈向被统跟武统也没有中华民国，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叫中国。那统一之后，台湾仍然保有自己的这个选举啦，然后言论自由啊，就是一切的这个照旧。然后台湾人要能够到大陆参与各种的公职，参与各种的一些活动。那在国际上面呢，要有联合席位。现在的大陆人听起来就觉得说，你哪根葱？你算啥？凭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要废止，要改成中国？他们说，反正这是一个谈判方案提出来，大的动乱、天灾、意外啊，或者是习大大突然的驾崩，不出这些很奇怪的意外的话，两岸未来很明显就是注定的嘛。我们要尽早的去谈判，争取一个对台湾人比较有利的谈判空间跟谈判的筹码。越台独的、越疯的青鸟，像8·9、李南郎、曹兴诚，到最后会怎么样？就支持统一，他是最快变脸，他没有任何忠诚度。对，本来就是啊，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忠诚度啊。李南郎跟8·9还有曹兴诚过去是如何跪舔共舔最用力，不是他们吗？汉哥跟亮哥的最大争击点在哪里？也就是说，能不能谈嘛？到底是只能对打，还是能够对谈？这是整个事情的核心关键。以汉田的角度来说，汉哥是完全没回答到亮哥的点上。那有些应该会从我理解的角度，到底是只能对打，还是能对谈？亮哥的意思是，只要有一丝和平统一的希望，就有对谈的空间。你要预留这个希望，让对岸保留这样的空间，保留这样的空间，就有开启无限的可能。汉哥的角度来讲是只剩对打，没有对谈，因为中国的军机、军舰啊，他说武力威胁、主权打压，都是中国害的，所以我不想跟你谈了，老子就跟你来硬的，我只能对打，这是这整件事的核心。其实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就2个字啊，叫悲哀。请问是谁定义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请问是谁把所有的路都堵死？请问是谁在猎杀陆配？请问是谁放任青鸟在街头上霸凌陆配？请问是谁放任青鸟还有青鸟头到处去出征意见不同的，不管是在野党的立法委员、民意代表，甚至是一般路人？请问有谁那么不要脸的会去对一般路人去进行立场上的鬼扯鬼吼批判？只因为他不同意他的说法。所以其实今天对谈的空间在哪里？对谈的空间不仅仅出现在两岸的一个互动上面，更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的氛围上面。民进党就是在强烈的压缩社会氛围，在强烈的打压社会中追求和平、爱好交流、希望对谈的一部分。对谈就等于马上统一吗？你自己想想看，马英九时代对谈在谈什么？是在谈统一吗？都是在做两岸实务层次上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所以这个其实才是整个问题的核心跟重点。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跳到后面是对要打要谈，他们在争论能打吗？不能打吗？在争论能谈吗？不能谈吗？问题怎么没有人去争论一个核心问题呢？是谁造成不能谈的呢？明明能谈，为什么不能谈？大家都跳到后面去了，你就被民进党 PUA 了嘛？民进党告诉你就不可能谈嘛？他境外敌对势力嘛，谈个屁呀！最王八蛋就是让你不能谈的人嘛。这才是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台湾本土派的人，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核心：谁在摧毁台湾和平发展、繁荣兴盛的未来？谁在摧毁台湾过去所积累的？是谁在卖台湾？只因为90天暂缓10%，败得像先知一样，鬼扯淡嘛！到现在还在做切割，到现在还在洋洋自得，非常非常的恶心。无能的民进党造就了台湾今天的困境。更可恶、更恶心的是，对外团结，对内竞争。对内的竞争是要为了台湾而好，所以赖清德做的事情不用检视吗？柯文哲到现在关到败胜了，全社会在关注，他会让柯文哲去动手术吗？9·2西里勒阿来了，你再多喝2年。台独制裁名单
有没有？虽然到目前为止呢，也没什么屁用，让这些台独人士非常的高兴，非常爽。但你想想看，如果呢，在几年之前，哇，真的就所谓两岸有所进展啊，然后两岸非常的和平啊，就没有严惩台独名单。两岸最重要的是社会氛围，搞的这种腥风血雨，其实因为破坏了社会的氛围，就不具备谈判的基础。所有学地缘政治的，或者是你像我学历史的，我们都知道大案是什么。